夫君，夫君，你好狠的心啊！妾身跟了你10年，还给你生了个女儿，你现在要抬杜曼娘进门，就忘了妾身。10年？贺胜庭，你不是说她是你的表妹吗？怎么10年前就与你好上了，还生下了一个女儿？夫君，你不能厚此薄彼呀！你也让我进门，我一定给你生出个儿子来。是啊，夫君，你让我们也进门吧。你不是说她是你战死沙场兄弟的妹妹吗？你照顾她怎么照顾到床榻上去了？还有她可是你战友的遗孀啊！这个狗东西，你还真不是人！胡英，你听我解释。你这个泼妇，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我，你信不信老子休了你？我告诉你，今儿他们我都要抬进门，同意也得同意，不也得同意。将军，早该这样，夫人如此不明事理，就不能惯着。不能惯着，对，惯着都是不要惯着就是我们有武之地。既然如此，和离吧。你说什么？合理？合理？合理？这人都是怎么了？这倒也不至于吧？这和离书我早就已经准备好了，你签字画押便是。不要！你疯了吗？不孕不育，全京城谁人不知？除了我，谁还会要你？这就不劳你操心了。胡英，这就这么绝情？一点不念，10年夫妻情，这就是你说的10年夫妻情分。可笑我一直被你蒙在鼓里，今日才看清你的真面目。胡英，吴英，你个杀千刀的，放开我儿子！再嚷嚷信不信我捅死他？贺胜庭，你若是个男人，便签了字和离，从此以后我们恩断义绝，再也不是夫妻。你想要娶谁，那多少房妾都无人管你。将军，离就离，这样的母老虎没什么好留恋的。就是，跟他离了吧。是，反正这日子也过不下去了。夫君，仙儿等不及了，吉时快过了。夫君，罢了。但胡英，我知道你就是一时想不开，还接受不了。好吧，我等你回心转意的那天，又无父兄倚仗，又不能生育，过不了几日，你就会发现，离了我有多艰难。拿来吧你！春兰，拿去官府备案。是小姐。滚吧你！晦气玩意！你个老太婆，我已经忍你很久了，你再这样，信不信我现在扎死你啊？我。春秋是没想到啊！我才是人问，他先横的，要紧。王爷，您为什么要将今日威远将军设喜三宴的事透露给将军夫人，还把他那些外事全都找出来？你觉得呢？小人猜不到啊。不刺激他一下，他怎么舍得和离？守着一个虚情假意的男人这么多年，也不嫌累。可将军夫人无子无嗣，还不许丈夫纳妾，离了威远将军，会有谁要啊？会有谁呀？哟，夫人，您回来了。把门匾摘了。啊？啊什么啊？叫你摘你就去摘，到底谁家奴婢？可是姑爷……以后没有姑爷，他死了。
啊！人都到齐了吗？回小姐，到齐了。各位，我与威远将军和离的事情，相信各位已经知悉。现我名下所有产业与贺胜平再无瓜葛，通知各店铺，今后他和贺家人的吃穿用度不再供应。另外，着人将他和贺老婆子的所有物品一应打包，连同牌匾送到他城南的宅子里去。小姐，这里是威远将军府。按规矩，该是您回到大将军府。我竟不知这里何时成了威远将军府。这里是我父亲10年前给我的陪嫁，怎么住了10年，倒成了他贺胜亭的了？春望，你今年贵庚啊？回小姐，小的今年40有2，在府上干了20年了，是随小姐陪嫁过来的。忘性这么大，我以为你7老80了。好了，都快点行动起来吧，在天黑之前把要清理的物品一应打包，快刀斩乱麻。谁要是想要追随威远将军，请便。是。小姐，春望怎么回事？不至于老糊涂了吧？连自己主子都分不清事实，看来也没必要留。哎，这些还有这些都给我装好了啊！仔细点，别弄坏了。都住手！去，大管家，这些都是小姐置办的，不能带走啊！我让你装你就装，小姐那是做做样子，吓唬吓唬将军。你以为他们两个真和离了？我告诉你，惹恼了将军，你是吃不了兜着走的。我不管什么将军不将军的，我端着小姐的饭碗，我就得维护小姐。这些东西就是不能带走。陈雷，你是想以下犯上吗？信不信我把你赶出府去？你有什么资格赶我走？我的主人只有小姐。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住手！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二管家不听使唤，我教训教训他。小姐，我没有不听使唤，这些东西非将军之物，大管家却让打包，我不认同，争辩了几句。你给我闭嘴！这些都是将军用的东西，你赶紧给我装好了。将军跟小姐那是10年感情，伉俪情深，岂是你在这挑唆的？春望，你是拿我的话当耳旁风吗？小姐，我这不是为您好吗？您说你也没有孩子傍身，这父母兄弟姐妹都没了，您离得开将军吗？不如咱收收脾气，给将军服个软，这事儿那就过去了。既然你这么喜欢贺胜亭，那就跟他一起过吧。春雷，从此以后你便是府上的大管事，贵重物品仔细检查，一律不许外出。是，不是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给我滚！小姐，您这样做一定会后悔的。再啰嗦，上壁！好，你们给我等着，你们等着啊，等着！将军，您可算回来了！您看看，您看看。邓胡英，这是要干什么？我家小姐一刻都不想再见到你，自然要赶紧分割清楚。这贱婢，牙尖嘴利，落在我手里剥了你的皮。儿啊，跟这个贱婢废什么话？赶紧的，把箱子打开，别让这个毒妇把咱家值钱的玩意给偷走了。可都是咱贺家的呀。母亲，算了，夫妻一场，就当做是给他的补偿。夫君，这可怎么能行啊？咱们萧儿还小，需要用钱的地方可多了。这些东西以后都是要留给他的，怎么能让一个外人搬了去？是啊，夫君，咱们娇娇再过几年就要相看人家了，要给她置办嫁妆了。哎呦，夫君，你不能光顾着两位姐姐，不管我们的孩子呀！打开。啊，将军，这个。
你这狗奴才！本将军的话都不管用了。将军，这……我来。儿啊，看看，他连我的衣服都要偷走。儿啊，还有你的，不能让他们走了，报官，必须报官。切，邓火英视金钱如粪土，怎么可能要这些？门匾你都摘下来了，邓虎英，你连门匾都要带走啊！火英，又是要带走我的衣服，又是要带走将军府的门匾，怎么？你是要睹物思人呢？睹物思人？你娘生你的时候把你的脑子当脐带给剪了，光剩层皮搁这贴金。邓火英，你粗鄙不堪！告诉我，一旦走了，正气之位未必保得住。谁说我要走？这就对了嘛。火英，为夫就知道你舍不得我。要走的人是你，还有你老母，还有你这群外室。你来人，把他们给我轰出去！还有这些箱子里的破烂一并扔出去，别脏了我的地方。什么？你要赶我走？以后再路过这里啊，都给我绕道走，不然我见你们一次打你们一次。邓虎英，我的人呢是有限度的。你个毒妇，这可是威远将军府，谁让你这个毒妇占了去？就是老东西，这里是我的陪嫁。10年前你儿子只是一个小小的校尉，他买得起这4进的宅院吗？鸠占鹊巢久了，真当自己是个菜了。不止这个房子，我的首饰，我的金银，都让你贪墨了，你还要不要脸了你？成婚10年，你们母子身上上上下下哪件东西不是我给你们买？你儿子那些俸禄，不是都拿去养外室了吗？原来这一大家子都在吃软饭啊，那就不怨邓小姐了。王爷是人家的，活该被赶出去。就是早该滚出去了，就是人家住人家的。是呀，纯吃软饭的软蛋就该滚出去。本王就知道，一旦让他死心了，他比谁都决绝。王爷，您当真要求娶邓小姐？可是京城无人不知，她是个母老虎。母老虎怎么了？本王就喜欢母老虎。走，推本王进宫。您进宫做甚？召皇帝赐婚。还不走？等着我报官呢。娘，我们先走吧。凭什么？不便宜了他了？哎呀，此事若闹大了，那些御史说不定会在朝堂上参我。哎呀，先消停会儿吧。好了，走。看什么看啊？跟要人家吵架呀？春兰，准备一些厚礼，去拜访一下我父亲生前关系比较好的几位叔伯，尤其是御史台的王伯伯，将贺盛廷养外室与我和离的事告诉他们。小姐，您这是打算参死？何人迟到？臣贺盛廷早朝来迟，请陛下恕罪。贺将军平时一向准时，今日怎么回事啊？还衣冠不整？哎呀，之前离家近，府里的下人也多，如今住的偏远，身边也无人伺候。陛下，臣要弹劾威远将军，私德有亏，在外饲养5名外室，暗生庶子，还公然与发妻合离，这简直是寡廉鲜耻，不配为官。陛下，王大人说的是，威远将军的发妻乃是镇北大将军嫡女，邓家满门男丁，战死沙场。如今邓家嫡女竟被人这般欺负，他的父兄在天之灵如何安息？请陛下为邓小姐做主啊！回陛下，微臣冤枉啊！微臣并不想和离的。是那邓虎英，
没有容人之量。贺将军此言诧异，这些年你一直对外宣称说自己只有邓小姐一位夫人，连陛下都被你蒙蔽了，还以为你是重情重义之人。在好多年前，你可就养了好几房外室，还生了孩子。贺将军，这可是欺君之罪。陛下，臣并不是刻意隐瞒的，臣是怕家宅不宁，让他知晓了闹腾，才没敢如实相告。何况虎英多年不孕，臣只想要个儿子罢了。陛下，贺将军这些年日日留宿在府外，还谎称自己是住在军营，实则是瞒着正妻出来偷腥。你这日日不住在府上，正妻如何生养？我看是贺将军故意为之吧。原来是这样，贺胜庭，你个狗东西！你冷待发妻不说，你还恶意中伤他身体有疾，你还是人吗？就是，不吃就算了，还给外室的儿子办喜三宴，闹得人尽皆知，简直是有伤风化。还请陛下严惩。呸！瓜脸前耻，知什么之狗畜生！就是何等大为官马，我只想一脚踹死你！需要严惩，岂有此理！太好了，这群大喷子终于转移火力，不喷朕了。败坏我等的名声！真不是个玩意儿！贺胜庭，臣在。你私德不修，行事不谨，即日起贬为云骑尉，好好修一修私德。谢陛下恩典。宁王殿下，宁王殿下，请留步。什么事？王爷，下官跟王爷无冤无仇，王爷今日为何屡屡针对下官？还特意查了下官的私事。这个吗？你很快就知道。小姐，小姐，何事如此慌张？有人来闹事儿？哦，不是，是圣旨到。圣旨？哦，什么圣旨？威远将军呢？让他去城南贺府学。是陛下身边的福万公公亲自来的，点名要您接旨呢。啊？福万公公，邓小姐，许久未见。许久未见，不知陛下有何旨意啊？恭喜邓小姐，天大的喜事，接旨吧。哦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自闻已故镇北大将军邓通之女邓虎英品貌出众，英姿飒爽，乃女中豪杰。太后与朕公闻之甚悦。今宁王年20有9，是婚娶之时，当择贤女与配。朕养成天意，特以邓虎英赐婚宁王萧策为正妃，望汝二人同心同德，相敬如宾，共沐国恩。钦此。我嫁给宁王？公公是不是搞错了？嘿，天家旨意怎会出错？邓小姐，赶紧接旨吧。待到大婚之日，会正式给您册封王妃，上皇家玉蝶的。公公，咱明人不说暗话，你给我透个底，这宁王殿下是不是得罪了陛下了？陛下拿他开涮。邓小姐，别开玩笑了，宁王与陛下乃异母同胞的亲兄弟，那关系好着呢。公公，给我赐婚，这对吗？邓小姐，您的福气还在后头呢。小姐，这可是大喜事啊！贺家母子自视清高，成天说你离不开贺家。如今你是准宁王妃了，还不吓死他们？
怪，实在是太怪了。宁王可是太后长子，若不是因为少时得了痿痹症，腿脚不便，很有可能皇位都是他的。即便如此，他也玉树临风，能力出众。而我呢，我又不能生育，又刚和离，没道理把我赐婚给他呀。会不会是宁王殿下亲自求娶你？哎呀，那怎么可能？小姐，宁王殿下到了。啊！快，都快点，继续搬，放那。后面的快点跟上，轻拿轻放啊，别弄坏了。哇！宁王殿下，这是赐婚圣旨收到了吗？我是特地来送聘礼的。哇，这是多少台聘礼啊？邓小姐，这是礼单，一共120台，请您过目。阿姨妹妹，不请本王进去坐坐。里边请。他走得慢了，倒看不出来有腿疾。那个宁王殿下，想必我的事情你应该有所耳闻吧？我们可能不太合适。阿姨妹妹是觉得我配不上你啊？王爷误会了，是我配不上你。臣女不孕，又是下堂妇，当不起宁王妃，有辱宁王，还请宁王三思。向来听闻阿姨妹妹女中豪杰，巾帼不让须眉，怎么还在意世俗的看法？不孕又如何？那我们便不要孩子，和离那是你遇人不淑，你何错之有？还是说，阿姨妹妹看不上我，嫌弃本王腿脚不便？没有，王爷误会。那你就是愿意了，甚好，能娶到阿姨妹妹，我很开心。下个月18就是大婚之日，我会亲自来见阿姨妹妹，嫁衣由宫中上衣局缝制，你不必担忧。宁王近30却不近女色，传闻他不举，难道是真的？邓虎鹰，你给老娘出来！你卑鄙无耻，你害我儿被贬，你没脸出来见老娘是吧？大伙儿都过来看一看，瞧一瞧，这邓虎鹰嫁给我儿10年不孕呐，竟然恶人先告状啊！害我儿被贬，这种毒妇是不是该天打雷劈？我说的是实话，这邓虎娘确实有心。你们说是不是？给你个说法呀！小姐，您可算来了。这个贺老婆子一直赖在咱们门口不肯走。怎么，你对陛下不满？我何时说过？你儿子被贬官，乃是陛下圣才。你在这敲锣打鼓的来闹腾，指桑骂槐，抱怨陛下。哎呦，这胆子不小啊！你少胡说八道，还不是你妖言惑众，让那么多人是非不分，替你出头。我告诉你，你离了我儿，你就是没人要的烂货。放肆！我家小姐如今是准宁王妃，岂是你能辱骂的？哎呦，准宁王妃，宁王眼瞎了，还是你这个不下蛋的母鸡。准宁王妃，我太后你。见过长骂的，没见过找死的。你连太后都敢冒充，你是有几个脑袋够砍的？春兰，是。不得了！哎呀，呦，不然了，这儿媳妇大婆婆了，还有没有天理了？
丢脸了，快回去吧。娘，邓虎英，和林是念在夫妻情分上，给你留点面子，你好好反省反省，学学妇德。你倒死性不改，变本加厉，哎，还连婆母都敢打，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哼，我看你是喝了几杯猫尿找不着北了。你再不好好反省，别想着跟我和好。儿啊，这种不懂规矩、不识大体的人，还和好什么呀？下个月18，那娘三儿都要娶进门，一个正妻，一个平妻，让他后悔去。听到了吧？下个月18就是你的最后期限，后面你再想回来，你就只能做妾了。下月18，那还真是巧。什么巧？下月18，我也大婚啊！女人就是矫情，现在来哄你不肯低头，非要等到下月18才嫁给我。行吧，到时我摆一桌酒席，庆祝妻妾同娶。谁说要嫁给你了？你不嫁给我，还能嫁给谁？陛下已经给我家小姐和宁王殿下赐婚了，下月18是小姐和王爷大婚的日子。你说什么？我呸！一个没人要的烂货，还想嫁宁王，做你的春秋大梦！宁王的身份何等尊贵呀！我娶一个弃妇，哎呀，笑死人了！邓虎英，你就是想拿别的男人骗我，也不该拿宁王做法子。要是被他知道，可不会让你好过。王爷连聘礼都送过来了，他对我们家小姐好着呢，哼，还刺激你，少给自己脸上贴金吧。拿自己的私物当聘礼，你们也不怕人笑话？他要是能嫁宁王，我的脑袋摘下来给他当球踢。那我便等着，到时候你若是不提头来见，你就是那王八羔子。哎，邓虎英，你这性子真是让我给惯坏了。今天我非得好好教训教训。好呀，好，太厉害了！好，你的身手就这么好？许久没练，倒是有些手生了。不过对付你这种酒囊饭袋，绰绰有余。儿子，下盘不稳，脚步虚浮。贺胜平，你纵欲过度，身子都虚了，连我都打不过，还想领兵打仗？我今天是喝多了，没有发挥出真正实力。否则你一个女人，怎么可能打得过我？我们走，别理这泼妇。走。一身窝囊气，我当初我这是瞎了眼了，才会看上这块料。午后喝茶。我哪有心思喝茶？阿策，这好姑娘多的是，你为何非得是那邓虎英？她连子嗣都无法诞育，那将来你宁王府不得绝后啊？母后，儿臣只喜欢她，儿臣非她不娶。我不同意。母后若是不同意，那儿臣宁愿孤独一生。你要娶她也行，那母后再给你挑选几个好生养，一同抬进门，总不能让你绝后吧？不行，儿臣只要她一人。母后难道想要儿臣不喝盛庭的后尘吗？阿策，咱们是天家，咱们不嫌弃她二婚不孕，她有什么资格挑三拣四的？这还没过门呢，就把你拿捏死了。你呀，不能这么惯着她。母后也是知道儿臣的脾气的，您别逼我。
罢了，明日宣她进宫，这丫头我也好些年没见了，和她好好聊聊。母后，我还能吃了她不成？这丑媳妇儿总要见公婆的，难道你想我和她老死不相往来吗？哦，行，那我提前跟她说一声，前提是你不能欺负她。让你偷东西，让你吃里扒外，看我扒你屁股开花！小姐饶命啊！我都是听老夫人的命令办事，迫不得已的呀，小姐。以前在府里的时候，你就帮着那个老钱婆欺负我，收拾他的时候，我都快让人收拾你了。你如此的泼辣狠毒，就不怕宁王知道？把他吓跑了吗？哼，他看着又如何？我这是在处理我将军府的内务，他管得着吗？他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拖走！是。王爷，你看他，他就是个泼妇。你要是娶了这样的女人，定会鸡犬不宁的，王爷。王爷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回邓小姐，是小的翻墙进来，给王爷开的门。府里这群没用的东西，这都没发现。王爷方才也看到了我教训下人的样子，我平日里就这个样子。王爷若是觉得招架不住，现在退婚还来得及。我什么时候说要退婚了？刚手打疼了吧？是贺盛廷他们母子找人欺负你？也不算是吧，是那老母迁怒，觉得是我害了他儿子丢了宫。看来他们还是没把本王放在眼里，本王的王妃也敢欺负？乡下无知妇人罢了，就那副德行，享不了荣华富贵。当初若不是他搅和，事情也不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阿英，你不会还在惦记他吧？我有什么好惦记的？垃圾而已，脏了的东西，谁爱要谁要。还跟小时候一样帅气。小时候的事情，其实我也不记得。我记得就行。你小的时候最喜欢黏着我了，还说长大要嫁给我。只可惜，后来你跟邓将军去了边境，等你再回京的时候，就嫁给旁人了。我不记得了。救命！他为什么用这么幽怨的眼光看着我？搞得我好像是个渣女。明日，母后会召见你进宫。不会是想敲打我吧？阿英，不管他跟你说什么，我都已经决定娶你了。他若是说了不好听的话，那你就把他当成耳旁风，不要往心里去。婚事当真就没有回旋余地了吗？阿英，本王是一个传统的男人，婚事已定，落子无悔，除非你嫌弃我身体有疾。若真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也就不耽误你了。唉，像我这样的男人，会有谁要呢？大不了就一辈子孤独终老，形单影只了。怎么会？王爷的样貌和能力都是上品，京中爱慕您的姑娘多的是。也包括你吗？
这个吗？阿英果然嫌弃我，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没有，我嫁的就是王爷你。至于太后那边，我有办法，包在我身上吧。阿英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我怎么觉得你被他套路了呢？臣女参见太后，太后万福金安。免礼，坐吧。太后娘娘，臣女已经10多年没见您了，您怎么一点变化都没有啊？甚至比以前显得更雍容雅致了。别以为说了几句好话，哀家就能接纳你。实话告诉你，就算宁王要皇上下旨，哀家也不会同意你嫁给我。太后不会觉得我想嫁给宁王？臣女这才刚和离就如此高价，定会惹人非议。臣女压力也很大的。怎么，你还不乐意上来？没有不乐意。虽然有压力，但我思忖之下，还是决定迎难而上。太后，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当然是因为太后您啊。我吗？臣女小时候不懂事，在宫里面调皮捣蛋，您不仅没有责罚臣女，还给臣女点心吃。臣女那时候就知道，您就是最温柔和善的长辈啦。论私心，哀家自然是喜欢你这孩子的。若是外人知道了这桩婚事，也一定会夸您大度包容、善待忠臣之女的。说的倒是，要换作是别人，可没哀家这么好说话。那是当然啦，就臣女那位前婆母，整天拿着和离的事情奚落臣女，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婆母，那真是我们老邓家祖坟冒青烟了。你们的婚事，哀家自然是不会反对的。只是这子嗣一事，你这身子可找大夫看过吗？臣女看过了，臣女身体康健的很，但也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。这样吧，你和宁王先成亲，若是婚后仍迟迟不孕，到时候我再给他找2个侍妾，你看如何？臣女同意。你居然同意了？你不生气也不闹？太后身为母亲，爱子心切，希望孩子能够开枝散叶，也无可厚非。臣女身为正妻，不能孕育子嗣，自然得为夫君着想。你比哀家想的要通情达理的多，不错，是个好孩子。我不同意。阿策，你不是在当值吗？不去大理寺，跑我这儿来了？怕我吃了你媳妇儿？母后，儿臣不要侍妾。阿英都已经同意了。她同意不算。阿英，你跟我出来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母后，我们先告辞了。太后，那我先告辞了。去吧去吧。王爷，怎么了嘛？方才母后送人，你为何不拒绝？我只答应过王爷，说服太后让我们成婚。太后好不容易松了口，至于侍妾的事情，也倒也无妨嘛。你会为贺胜庭有外事大发雷霆，却对我身边是否有其他女人无动于衷。阿英，难道我就这么不重要吗？我倒也不是这个意思。阿英，我伤心了。你嘴上虽同意嫁给我，但心里一定是百般不愿吧？否则对我和贺胜庭，为何不能一视同仁？难道王爷希望我对你大吵大闹吗？你们男人不都喜欢三妻四妾的？那个贺胜庭之前还说此生只我一人呢，可到头来还不是嫌我管束太严，甚至对我生出埋怨。我与他不一样，阿英，没有你，
我谁都不娶，否则这么多年，我为何能孑然一身？王爷，我是觉得你身为皇子，你又这么好，总不能因为我耽误你繁衍子嗣吧？阿影，我只要你，其他我什么都不要。我要回家收衣服了。你走反了。我知道。阿影，我不记得我们来日方长。送往北境的寒衣可准备好了？小姐放心，5000件寒衣早已备好，会分批次送出去。今年比以往要冷的早一些，让路上的人抓点紧。是。哎，你这老婆子好没道理，买了这么多寒衣却不给钱，给我还回来！什么动静？哦，好像是外面起了争执。都跟你说了，到同仁房邓府自会有人给你付钱，又不是不给钱，我只是先赊账罢了。不行，若人人都如你一般，随便报个复名就拿走东西，我们上哪儿讨债？我可是威远将军的娘，我会贪你这几个钱。若不是天气骤降，我会稀罕你这破烂衣裳。不行，你给我拿回来！拿回来！拿回来！发生什么事了？何事吵吵嚷嚷的？拿来吧你！掌柜的，您可算来了！这个老太婆从我们店里拿了衣服不给钱，赶都赶不走。哟，你这个毒妇居然也在，都怪你，害我在外面丢人，还不赶紧给我把账结了？小姐，她莫非是您之前的婆母？是她。邓虎英，这店铺该不会也是你的吧？这感情好啊！把适合我的尺寸的成衣给挑出来，送到我府上。还有我儿子呢，要是耽误我过冬，我扒了你的皮！我当时谁在耍猴戏呢？原来是你这个不要脸的老东西啊！怎么，你家里边穷的揭不开锅了，还是天生就长着一张要饭的嘴，见了人就想乞讨啊？邓虎英，我可是你婆母，你居然敢骂我！我不仅骂你，我还想揍你呢！你要是敢碰我一下，我就去告御状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！小姐，您很快就要跟宁王殿下成亲了，这事儿要闹到宫里，对您不利呀。谁说我要自己动手？去京兆府，告诉他们，威远将军的老母在我们这儿赖账撒泼，偷东西不给钱。好嘞！你这个不孝子！你居然敢报官抓你婆母！我不会让我儿子娶你！你个老东西，在我这儿撒了一通泼还想走？没那么容易！来，拿绳子来，给我捆了！邓无影，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邓无影，你不是人！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心狠手辣我？以前为了家中和睦，我能忍就忍了，但现在想来，我忍个屁呀！我忍来忍去，惯得你这个老婆子蹬鼻子上脸。小姐，官差带来了。是谁报的官？二位官人，是我报的官。这位贺老夫人来我铺子里偷东西，被我家伙计给发现了。本来我也不想把事情闹大，
可他不仅不给亲，还敢仗势欺人，说他是威远将军的母亲。我没有。皇上早已下旨贬了贺胜平的官，他却还敢招摇撞骗，滥用名号，实乃大不敬啊！邓娘子放心，此等行径我们绝不姑息。这就把人带回去，打他20板子，让他好好长长记性。有劳了。带走。是，走。你们放开我！我不会让我儿放过你们的！放开我！疼死我了！娘，娘，你怎么了？儿子，胡英那个啥捡到的，竟敢报官抓我，还害我，害了20个板子，我的屁股都被打烂了。你快去找个大夫帮我看看吧，快给我找个大夫来！你们都是死人吗？娘都疼成这样了，还不去叫大夫？老爷，府里的账上1两银子也没有，实在请不起啊。那就去找曼娘要啊。杜夫人她不肯给，去把她给我找来。不用找了。曼娘，我之前的俸禄不是都给你了吗？快拿下银子来给娘看诊啊！这早上不是刚给过娘20两吗？都没用呢。娘，钱呢？我不记得放哪儿了，让他再拿一点出来不就得了？哎呀，我也不记得放哪儿了，实在不行，让娘亲先忍着吧。个毒妇，你居然敢顶撞我！你信不信让我儿子休了你？夫君，你的俸禄就这么点儿，这养孩子处处都要花钱，而且这府里下人的开销太大一笔了，我实在是入不敷出啊！娘，您就别耍小性子了，银子呢？老爷，厨房的米面也没了，那赶紧去买啊！不行，米面不能用我的银子买，让曼娘掏钱。我没钱。我20年的俸禄都给你了，你居然还有脸哭穷！这倒也是，曼娘，往年的银子呢？好啊，你们娘俩合起伙来欺负我是吧？大不了我走，我把儿子也一起带走，我们俩各过各的。曼娘，不准你去找杜曼娘，一个外事都知道你老娘头上了。哎呀，还是胡英好，都不要我操心。也不准你去找那个鸡蛋胡英，就是他把我害成这样的。娘，胡英那是因爱生恨，跟咱们置气呢。你想，他那么爱我，知道我有了别的女人，肯定接受不了，接受不了也情有可原。
娘，您可别忘了，这10年啊，虎英可没让咱们掏过1分钱。您的吃穿用度，哪样不是顶好的？这倒也是啊。哎呀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只要他跪下来求我赔罪，我就不跟他计较，允许你们复婚。哎，还是您大度，我这就去哄哄他啊！小区哪回啊？屁股疼啊！王爷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带了宫中的绣娘过来，给你量体裁衣，缝制嫁衣。啊，好，那让他们过来吧。小姐，小姐，不好了，那个贺胜廷又来找您了。他怎么又来了？说是带了您最喜欢吃的炊饼。烧饼？行，我去会会他。阿英。哦，王爷，你先在这儿稍等片刻。今天要是不弄死他，我就不姓邓。虎英，你总算是出来了，我就知道你是不会不见我的。你看，我给你带了炊饼，我可是排了好久的队才买到的。炊饼？啊，你最爱的巷口的那家店，以前我一给你买这个，你都开心的不得了。过来。虎英，被为夫感动了吧？虽然你行事出格，但为夫男子汉大丈夫，我怎么会跟你一个小女人计较呢？你个臭不要脸的东西！老娘让你滚远点！你这是半个字都没听进去，还炊饼啊！老娘是饿死鬼投胎吗？能让你一个炊饼给打发了？我让你自作多情，让你阴魂不散！今天我就好好让你见识见识社会的险恶！王爷，你当真要娶邓小姐回王府？三思啊！你这毒妇，竟对我下如此死手！哎呦，我打你都算轻，你要是再敢来，小心我阉了你！我愿意娶你，你已经是烧了够香。你这母老虎，离了我，谁敢接盘？阿英，阿英，手疼不疼？刚才那么用力，手都打酸了吧？宁王，王爷，您怎么在这儿？贺大人，这话应该我问你吧？阿英是本王的准王妃，你一个无名无分的前夫，一直纠缠她，是否不将本王放在眼里？您说什么？准王妃？王爷，您是在开玩笑吧？本王和贺大人的关系还没有熟到能开玩笑的地步吧？王爷，
您怎么想的呀？你可是王爷呀！你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更何况窦虎英她跟我成过亲，她怎么能再嫁给您呢？我不同意。贺大人，阿英已经与你和离，现在没有半毛钱关系。本王要迎娶心爱之人，何须经过你的同意啊？王爷，您糊涂啊！他窦虎英有什么好的？您看他把我打的何其凶残啊！而且他身体不好，成婚10年都生不出孩子，您这不是想绝后吗？贺生庭，注意你的言辞。本王和王妃要不要孩子，还轮不到你来指挥。好啊，窦虎英，我说你怎么非要和离呢？原来你是攀上了宁王这根高枝了。我纳外侄，那是为了繁衍子嗣，而你呢？你是红杏出墙，不守妇道。嘴怎么这么欠呢？窦虎英，我是不会让你如愿当上宁王妃的。拿走你的破烧饼！给准王妃拨一些侍卫，让他们日夜守在门口，不能让贺生庭靠近半步。是。不用这么麻烦，贺生庭那压根儿就不是我的对手。不论他打不打得过你，我都不希望你们碰上。眼不见为净。也好。阿英，你的功夫竟这么厉害，这个贺生庭也曾是你父亲麾下的将军，都打不过你啊？我也是我父亲麾下的将军啊。你上过战场？当然了。那都是陈年往事了，不值一提。我先前听皇帝跟我说，邓老将军麾下有一位得力战将，戴一银色面具，使一陌刀，善奇谋突袭。每一次打仗，总带着骑兵从后面侧面突袭，打得突厥措手不及，人称一面小将。这个一面小将是突厥人的噩梦。可是有一场战事之后，这个人就消失了，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阿英，你去过战场，你可认识他？不认识啊。军中的事情我也鲜少过问。哦，也是。怎么，突厥又进犯了？是。往年秋天只是小股袭扰，为了掠夺过冬物资，但今年秋天北境不安全，许多边境小镇都被占领，百姓们都流离失所。朝廷就没派人吗？一个将帅都没有。武将凋敝，加之军费不足，士气不振。军费不足也不是今年才有的，我父兄他们也犯愁，还时常自掏腰包补贴，但也没让北境后退半步。现在的守将是我父亲当年的得力干将，能连失几座边城，说明突厥不是小股兵力，而是大举进犯前的试探，朝廷切不可大意。行，我一定好生提醒皇帝。若是我的腿能好，我也愿意奔赴沙场，去保护家国百姓。可惜身体有疾，什么都做不了。宫中的崇文馆有很多书籍，说不定能在书中找到你的病症解决之法。这些年，太医翻了不少医书，连他们都束手无策。我这腿估计是治不好了。那王爷可否能给我行个方便，让我去崇文馆看看？一来我可以帮王爷看看有没有什么对症之法，
二来我也想看看，我为何不孕？行，我待会儿向皇帝要一枚令牌，准你随便出入宫闱和崇文馆。多谢王爷。阿英，叫王爷也太生分了吧？你先前都是唤我阿策哥哥的。现在不是小时候了。可是我想听嘛，好不好？阿策哥哥，乖。羞死人！南边就是崇文馆，我带你去看看。好。萧丽华，见了本公主怎不行礼？什么动静？走，看看去。走。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摁住，给我磕头请罪！你们干什么？我是大皇女，是女皇姐，怎可归你？放开我！一个贱婢生的野种，也敢跟我叫板？你的生母不过是父皇在前鼎时的引导宫女，父皇早就忘了还有你这么个女儿。你算我哪门子的姐姐？跪下！快点跪下！这是在做什么？谁多管闲事？王伯父，怎么是你？平阳，你在做什么？一个不懂规矩的宫女冲撞了我，我教训她罢了。王伯父，你是？我是大皇女萧丽华。平阳，你怎么回事？自己的皇姐都认不出了。王伯父，这不能怪我呀！她突然撞到我，我以为是哪个不长眼的宫女呢。就是宫女也不能下这么重的手。你看你给你皇姐打成什么样，快道歉！我才不！我可是皇后嫡女，怎么能给一个野种道歉？休要胡言！平阳，方才我以为你是真没认出，现在看来，你是在故意欺负她。王伯父，你一个外男，凭什么管我？放肆！父皇，平阳，谁教你这么跟皇伯父说话的？父皇，给你皇伯父道歉。父皇，撒娇没用，道歉。皇伯父，对不起。你应该给你皇姐道歉。皇姐，你是丽华？父皇，你的脸怎么了？谁打的？平阳，给你长且道歉。我打他怎么了？一个贱婢生的，谁叫他冲撞我的？你让朕太失望。朕平日疼爱你，不是让你仗势欺人。还有你们，怎么伺候的公主？一人杖责10棍，自己去领罚。是。父王，你先带大皇女去上药。是。谢谢父皇。大皇女，跟老奴走吧。平阳被朕宠坏了，让皇兄皇嫂见笑了。臣女不敢。陛下，这宫中向来捧高踩低，丽华空有皇女之身，却没有公主之名，难免会受人欺负。臣记得丽华的生母好像很早就过世了。是朕疏忽了，明日便册封丽华为公主。连自己的长女都能忘记，这皇帝也是够糊涂的。不过皇后管理后宫却不闻不问，多半是故意的。母后，父王为了萧丽华那个贱人打我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
什么？你父皇竟然打你？萧丽华冲撞我，我让他给我道歉，就被黄伯父撞见了。他当众训斥我，我不过就反驳了一句，父皇就帮着他教训我。岂有此理！这个宁王非要娶那个二嫁妇，就已经离经叛道了，如今竟敢苛待晚辈，偏偏父皇还向着他，还有他身边那个母老虎，就是他多管闲事，才引起了黄伯父的注意。一个瘸子，一个没得生，真是绝配！不可胡说，我又没说错。母后，等你生下太子，日后继承皇位，就把他们都赐死。你呀，本宫统摄6宫，点制攸关，今依礼制册封大皇女萧丽华为丽华公主，因礼仪从谨，尔其恪遵规度，勿为上意。儿臣恭谢母后。太好了，公主！公主，我等奉皇后娘娘之命前来教你礼仪。今日就从这跪姿开始，请您跪好，挺直腰。姑姑，公主腿上有伤还没好。主子还没发话，你插什么嘴？没规矩的东西！你们凭什么打他？下人没了规矩，才让公主您跟着没了规矩，就该将他打死，才不会让公主您步入歧途。来人，把这个宫女带走。不要不要，公主，不要！放开我！哪有权利动我的人？自然是本宫和母后给的权利。你这个野种，别以为当上公主就能翻身了，我会让你知道，你跟我差之云泥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把这个贱婢拖走，杖毙！不要！放开他！从小到大，只有柳儿愿意陪着我。平安公主，求你放过他。好啊，那你跪下，把本宫的血舔干净，本公主就考虑考虑。公主不可，我不宁愿死，也不能看着你受苦。掌嘴！我数到3，你若不肯，就等着给他收尸吧。3、2、1。公主，不要我，公主！老实点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公主！住手！公主没事吧？又是你！见过平阳公主。本公主让你平身了吗？按礼制，臣妇向公主行礼，公主应当说免礼。可公主的礼仪似乎学得并不好，竟忘了。看来教公主礼制的人，并没有做到尽职尽责。你放肆！一个无品无级的民妇，竟也敢指责本公主！来人，掌嘴，让她知道尊卑！怎么说不得？你这样子哪有半点中宫嫡女的气质？动辄以权势压人，欺负长姐。崇文馆就是这么教育皇家子弟的吗？你这个贱人！你以为嫁给那死瘸子就能飞上枝头做凤凰？你刚才叫宁王殿下什么？要你管！不敬长辈，口无遮拦，你的德行是被狗吃了吗？你们都是死人吗？给我弄死他！看来皇上打的板子是让你没长记性是吗？好，本公主亲自动手。我的胳膊断了，我的胳膊！脱臼了。又接回去了。公主，你找死！怎么，公主难道
想要再来一次？给我等着！黄伯母，平阳公主跋扈惯了，定会记恨你。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了你。我既然选择出手，就不怕他报复。倒是你，一个人在宫中无依无靠，万事都要小心。阿青，阿青，听人说你动了胎气，没事吧？陛下，那位准宁王妃欺人太甚，竟然敢对咱们的女儿下此毒手，您可要为她做主啊！到底怎么回事？今日臣妾好心下懿旨，册封的大皇女为丽华公主，还让女官教导她礼仪，可她不但不领情，还亲口辱骂女官。平阳那孩子也是心直口快，觉得此举是对臣妾的大不敬，就训斥了她2句。结果路过的邓虎英不分青红皂白的卸了平阳的胳膊。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皇嫂虽是将门虎女，但不是不讲道理之人，倒是平阳气性大，脾气火爆。皇上居然为了一个外人不肯帮我们的女儿，她可是您最宠爱的公主啊，如今却被一个庶女还有一个二嫁妇欺负到头上了，臣妾真是替她感到委屈。这样吧，朕先找皇兄了解清楚，再下定夺。她这样的人就不应该为王妃，只会为皇室蒙羞。陛下应该下令严惩她，取消此婚。这么多年，皇兄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喜欢的人，朕怎忍心让他失望？你先好好安胎，这件事朕自有分寸。陛下，母后，母后，儿臣刚才在门外都偷听到了，父皇他居然维护那个二嫁妇。他和宁王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，感情深厚，只要有宁王在，他就不会动邓虎英。母后，那女儿就活该被欺负吗？等她成为了我的大伯母，更是要用长辈的身份压我了。别哭了，本宫可是皇后，还拿捏不了她。你放心，本宫绝对不会让她成为宁王妃。阿英，我来。没事，王爷，我自己拿就行。我虽有腿疾，帮你拿点东西还是可以的。好吧。怎么了？看你心情不好，是出什么事了？我今日又看见平阳公主在欺负大皇女，我实在没忍住，我就出手教训了她一番，不知道会不会给王爷带来麻烦。哎，不过我这人就这样，我忍不了。方才陛下问起的时候，我已经帮你同陛下解释过了，别担心，他不会怪你。你怎么知道我跟平阳公主起了争执啊？我事先不知情，但此事一定错在平阳，毋庸置疑。你都不了解事情的详情，就敢这么肯定？你那么好，怎么可能有错？那平阳还有前科，一定是他的不对。我已经提醒过皇帝了，让他好好管束平阳，不能厚此薄彼。他可是皇上，你这么说不会有什么问题吗？阿恒从小就依赖我，他就是当了皇帝，也是我弟弟。没事。他之前还说，若是我们想要孩子，就算他能过继一个。回头你物色物色，若是有喜欢的，咱们就带回去。还能这样？若是你都不喜欢也没关系，那我们就过我们的2人世界，也挺好。以后再说吧。我知道你以前受过伤害，我就是说再多的山盟海誓，也未必能让你安心。说得好不如做得好，你放心，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你全心全意的信我。
皇后娘娘，打听到了，邓虎英的前夫贺盛廷在外头有几个外室，其中最久的一个叫柳三，是贺盛廷的表妹，跟了他有数十年，还给他生了个女儿，如今也10来岁。那岂不是说贺盛廷跟邓虎英和离之前，他俩就好上了？正是。那就好办了。贺盛廷跟邓虎英和离，外界都说贺盛廷是忘恩负义之人，陛下为了平息朝臣怨气，还贬低了贺盛廷的官职。如果事情反转，那么倒霉的就是邓虎英了。不知娘娘作何打算？如今贺盛廷一家日子都不好过，连带这几个外室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他们肯定恨死邓虎英了。这么好的一个翻身机会，他们岂会错过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我是贺盛廷的表妹，也是他的外室。我们在此等候夫人，她若不出来，我就长跪不起。邓娘子已经和贺大人和离了，她很快就要嫁给我们王爷，速速离去！我不走，不能因为夫人移情别恋，就不顾我们母女俩的死活。要不是当初他利用邓家的权势将我和夫君拆散，我和孩子也不会多年无名无分。他说是邓娘子拆散了他和贺盛廷，真的假的？不可能吧？她不就是一个外室吗？那邓娘子才是贺盛廷的原配夫人呢。诸位有所不知，我和夫君是表兄妹，从小便两情相悦，也约定好等我及笄之后就完婚。可是在北京，还利用他镇北将军之女的身份，强迫表哥娶她，生生将我们拆散。表哥若是不答应，在军中就永无出头之日了。竟然还有这样的事，原来邓娘子才是恶人。那他为啥非要斥责贺将军的外室？非要和人？说不定呢，他早就和宁王殿下好上了。真是后悔！哎呀，小姐，不好了！贺盛廷的那个外室柳三二跪在门口，颠倒黑白的说，当初是您拆散了他和贺盛廷，还逼着贺盛廷娶了您，害得他和孩子流浪在外头。放屁！我要是知道贺盛廷有人，我会要他。外头不少路过的百姓都信了，都替他打抱不平呢。这事儿要传扬出去，对您的名声不利啊！走，出去看看。娇娇，快喊娘亲！娘亲，我怎么不知道我何时有了这么大的女儿？柳三儿，你这是又想唱哪出戏啊？夫人，夫君被贬，俸银不够，连孩子过冬的衣物都没法添置，请您大人有大量，可怜可怜孩子吧。非亲非故，我凭什么帮你养孩子？夫人，当初是您看上夫君，利用邓家的权势将我们生生拆散，否则我又怎会沦为他的妾室？我只会是他的正妻，而我的孩子也只会是贺家的嫡女。我们又怎会沦入现在的境地？我们现在的一切都是您造成的，难道您不该负责吗？呸！我和贺盛廷是在北京认识的，你去过北京吗？他当时身边有你这么一号人物吗？睁眼说瞎话，也不怕烂了舌头。我去过北京，当时说的是真的呀。当时我就住在表哥北京的府邸，我当时就看着你经常去找他，经常对他纠缠不休。现如今你要嫁给宁王了，就不认账了吗？哎呀，怎么这样？这人就是啊，这样看来，贺将军和他表妹才是苦主啊！大庭广众之下，我若对柳三儿动手，定会落人话柄。此事若是不解决，不仅有损邓家的名声，还会牵连宁王。好，既然你说你去过北京，那我便问你，贺盛廷当时在北京的府邸在哪条街？家中管事姓甚名谁？后厨掌勺是男是女？这个我说不上来啊。我当时心思都在表哥身上，
哪顾得上这些细节？你分明就是故意为难我。见棺材不落泪，那就报官好了。来人，把他们送去官府，我们对峙公堂。是。不要！别碰我！邓虎英，你放开他！你们都给我放开他！住手！夫君。邓虎英，三儿一向柔弱无依，你为何屡次要欺辱她？当初是你给你父亲，让他给我下压力，逼我娶你，我已经很对不住他们了。贺盛廷都这么说了，看来真是邓家以权压人。我原本以为这邓将军是高度封建，现在看是小人做派啊！贺盛廷，你污蔑我就罢了，竟还敢污蔑我的父亲，他可是为国战死的英雄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邓将军战功卓越不假，但强人所难也是真。是我贺盛廷重情重义，才将他们收作外室。那杜曼娘呢？还有你其他那些外室呢？他们又是从哪儿来的？邓虎英，你满身的伤痕，可我没有休了你，连遇到其他女子都得藏着掖着，怕你伤心。可你呢，将我赶出了将军府，害我贬了职，自己却要嫁作王妃。诸位，我才是受害者呀！邓娘子身上还有疤啊，难怪被夫君嫌弃。明白，身为女子却不自爱，这……我就知道，此法会让邓虎英身败名裂，连带着宁王也要遭受非议。你现在去给冯家报信，告诉父亲，让他在朝中推波助澜。这一次，我务必让邓虎英身败名裂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告知承恩宫。贺盛廷，你还要脸吗？在北境的时候，明明是你对我家小姐纠缠不休，像苍蝇一样赶都赶不走。你家小姐身上的疤，都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落下的。战场？哪个战场？我可从未在军营里见过她。邓虎英，你这个丫头为了维护你，可真是什么鬼话都说得出口啊！贺盛廷，你以为你和柳三儿沆瀣一气就能抹黑我？你身边那些副将大多知情，你敢让他们说实话吗？都是我的好兄弟，也对邓虎英这个母老虎早有怨言，即便来了，也只会相助。有何不敢？若你的行迹被论证，就要向我，还有我母亲，以及三儿等人道歉，更要向皇上承认，错在你而不在我。你敢？他如此有恃无恐，恐怕是要伙同那几个副将做伪证了。知情的其他人都尚在北境，山高路远，短时间内难以回来。何人在此闹事？殿下，本王是否交代过你们，不要让任何人惊扰到种王妃？此人在此处寻衅挑事，你们就这么傻站着，毫无作为，是一群废物吗？王爷恕罪，属下这就将他们赶走。贺大人，再不将您的外甥和女儿带走，就休怪我们刀剑无眼。王爷，我被邓虎英害得这么惨，不过有个说法，何作之有啊？谁能证明你说的是真相？是你这位外甥，还是你手下的亲信？你们所说皆不可信。若真要公断，本王可亲自派人去北境查个清楚。若真查出你说谎，那就是欺君之罪。贺盛廷，你真的敢？这调查结果还不是王爷您说了算？您是王爷，位高权重，而我不过是一个人微言轻的小官，如何抗衡？你这副样子跟赖皮狗有什么区别？别人调查说是以权压人，
不调查又说是不分是非，那我在这儿跟你浪费时间掰扯什么呢？让他们滚！是。王爷，邓虎仪满身疤痕，娶了她你会后悔的。走。没有告诉王爷我身上落疤的事情，不是刻意隐瞒，而是这些疤痕对我来说都是功勋荣耀。只是没想到贺胜廷作为一名武将，竟然会这么介意，还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了出来。如果王爷也介意的话，那这门婚事可以作罢。阿英，你当我是什么人？你的伤疤是在战场拼杀留下的。你当我阿策是那种不知好歹、不讲良心之人吗？何况我喜欢你，无论你是什么样，我都喜欢。这次将贺胜廷驱赶走了，但事情可能没那么容易平息。他这摆明了是狗急跳墙，想要反咬我一口。不必理会，你是本王的王妃，不论外界人说什么，我都一定要娶你。他想占我便宜，那也得看看我答不答应。王爷，你之前不是说皇上一直想要知道银面小将是谁吗？我可以告诉你答案。啊？陛下，臣有事要奏。近来京中传得沸沸扬扬，邓家女邓虎英昔日利用镇北将军施压，拆散贺胜廷和他表妹，而今却又反过来声讨贺胜廷，此举有违礼法道义。臣替贺云其位，教屈。臣附议。臣等原本同情邓娘子是忠烈遗孤，于是为她伸张正义，未曾想她是恶人先告状。朝廷本就武将凋敝，近来突厥猖狂，朝廷正是用人之际。臣主张恢复威远将军的官职，以免让将士们寒心呐。臣等附议。没想到我大梁的朝堂竟是一群毫无判断力、听风就是雨的昏庸之人。仅凭贺胜廷的搬弄是非，你们就觉得是错在本王的准王妃？你们就不怕邓将军的在天之灵难以安息吗？宁王殿下，我等知道您爱慕邓娘子，处处偏袒她，但您不能为了一个女子就打压武将。该不会在邓娘子还未和离的时候，您就挖了邓娘子的墙角吧？宁王殿下，若真是这样，非君子所为啊！还请宁王殿下以大局为重，取消了邓家女的婚约，保全皇室脸面。请王爷以大局为重。今日宁王的婚事先放一放，朕有另一件事要宣布。众爱卿可听说过，昔日邓将军麾下有一位银面小将，英勇无双，多次打得突厥人连连败退。可不是说那银面小将不知所踪，很有可能死了吗？朕如今才知道，他不仅没有死，而且就在京城。太好了，能得此良将，实乃我大梁之幸啊！恭喜陛下，这一面小将对突厥人的震慑力可不是威远将军能比。如今有了他，这突厥人恐怕也不敢再放肆。即便是银面小将出现，那邓将军构陷武将的行为也是板上钉钉，为人不齿。说不定昔日的邓老将军也为他们以权谋私。依我看，邓家的名节算是保不住了。行了，少说两句，让银面小将进来吧。陛下，贺云骑尉还在宫外候着，想要当面向您陈情，您看？那就一起进来。宣银面将军贺云骑尉觐见。
臣贺盛廷参见陛下。臣参见陛下。都平身吧。奇怪，这一面小将的声音和外形怎么这么耳熟？贺卿，有什么话直说。回陛下，臣听闻突厥蠢蠢欲动，在我大梁边境几次骚扰。臣此前在北境待过数年，多次与突厥交手，臣有心报国，还请陛下恢复微臣将军之职，待日后跟突厥开战，臣定当身先士卒，为陛下鞠躬尽瘁。贺将军高义着实令人钦佩。贺卿，你口口声声说是邓家胁迫你与邓娘子成婚，这才安排了表妹做外室，此话是否是真？臣……贺大人，可要想清楚了再说。在陛下面前撒谎，那就是彻底的欺君。臣不敢欺瞒陛下，臣所言句句属实。哦，可我在边境多年，与邓娘子相熟，我怎么从未听说过她纠缠过你？我倒是听说，贺将军为了追求邓娘子，在将军府门前苦守数年，赶都赶不走，在北境还一度成为了谈资。陛下，此人的话不可信，反倒是此人的身份，微臣存疑。一面将军已失踪多时，了无音讯，为何突然现身京城？臣怀疑是有心之士，得知了陛下寻觅人才，故意冒充银面将军的身份。陛下，贺盛廷所言极是，说不定是您我安排的人，你混淆视听。贺大人，10年前你在毒蛇谷中了瘴气，神志不清，是我单枪匹马闯进去把你营救出来。贺大人当时头脑不清楚，见人就砍。我为了制止你发疯砍伤别人，挨了你一刀，还留下了一道疤。贺大人好面子，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情，除了我，旁人都不知道。陛下，看贺大人这反应，这一面小将说的应该就是事实了。贺大人，你不会连自己的救命恩人都不敢认吧？贺大人，你可千万不要让我觉得救了你是救了一只白眼狼啊！贺卿，此话是否是真？回陛下，确有此事。看来银面小将的身份确认无疑，他是北境之人。看来是你追求邓娘子在先，你又作何解释？陛下，想必是银面将军军务繁忙，未必知道其中的内情。火鹰曾跟我说过，第一次见到微臣就动了心思。我记得邓娘子第一次现身，是同她母亲在军营中的。对，就是那一日。你确定？我确定，就是那一日，火鹰对我一见钟情。可笑，那还真是太可笑了。贺盛廷，你可知那日出现在军营中，跟在邓夫人身后头戴帷帽的女子，并不是邓虎英本人，而是她的婢女春兰。你怎么会知道？陛下，想必是一面将军搞错了。微臣记得，那时一面将军正在攻打突厥大营，鏖战数月，并未在我军中。他又如何得知那个女子不是虎英？那如果我说我就是邓虎英呢？说什么？说什么？日之信？难道是他？这迎面小将怎么变成了邓家女子？是呀，不可能！邓虎英，怎么会是你？
陛下，10年前的春天，臣女带兵攻打突厥，鏖战2个月，亲手砍下了突厥首领的脑袋，还拿回了他的狼纹牌。这便是他的随身信物，独一无二，也是边疆战士引以为傲的战利品。正如贺盛廷所说，当日我正在打仗，又怎么会出现在军中？还对他一见钟情，纠缠于他。我之所以让婢女扮作我的样子，是因为我的母亲担心我受伤，百般勒令我不准再以一面小将的身份示人，让我换回女儿身。臣女本来应允，但当日听闻突厥突袭，我害怕母亲阻挠，便让婢女戴着帷帽，装扮成我的样子。贺盛廷的话漏洞百出，皆是污蔑。胡莹，一面小将就是你，所以是你救了我。是，我身上那些让你憎恶的伤，也都是在战场上留下的。我左肩上的疤，还是你亲手砍的。我不知情的，我以为……胡莹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不是重伤你，我是太心急了，我不想看到你嫁给宁王，我才会出言不逊的。贺大人，你所嫌恶的前妻是外人追捧的英雄，她的功勋也在你之上。这么多年，她隐姓埋名，不争不抢的嫁给你，为你铺路，助你上青云，但最后换来的是你的背叛。你对得起她吗？胡莹，我错了，是我鬼迷了心窍，不甘心被贬官，才会伤害你。求你原谅我，回到我身边吧。你觉得可能吗？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呢，你恨我是因爱生恨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更何况我们是10年的夫妻。胡莹，我不能没有你，我发誓，我可以驱散所有的外室和女儿，只留下一个儿子养老，来报答你的救命之恩。可收起你那虚伪深情吧，看着真叫人恶心。你若真是想报答我，就从此以后离我远远的，别让我再看见你。陛下，贺盛廷欺君之罪已坐实，不可饶恕。陛下，臣是受人挑唆啊！哦，受人挑唆，那是什么样的人教你这样搬弄是非？是。陛下，贺盛廷虽然欺瞒于您，但也并不是什么大罪，还望您给他个机会，让他将功折过。承恩公言之有理。贺盛廷，你对北境和突厥熟悉，那就回北境去吧。朕希望你能好好建功立业，把心思用在正道上。谢主隆恩。邓娘子军功赫赫，此番又受了委屈，朕定会重重嘉奖，补偿于你。多谢陛下。退朝吧。退朝，恭送陛下。胡言，你救了我，为何从没提过？懒得说罢了。如果我当初早知道，没有如何。君子论迹不论心，你做的这些事情，足以看出来你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既然你已经被发往边疆了，要从此以后好好做人，别让我再看见。闪开！皇上命我明日启程，即刻去北境，没有3年无才，恐怕是回不来了。我娘年事已高，受不了严寒之苦，只能待在京城。你们当中
有谁愿意跟我一起去北境？谁愿意留下来照顾我娘？夫君，这萧儿才刚满月，不能舟车劳顿的，我肯定是要留在京城照顾她的。夫君啊，你走之前呢，记得给我们娘俩多留点值钱的东西啊，千万别饿着你儿子。一天天就只知道要钱，我儿子好不容易攒下来带家当，都被你收割走了。婆母啊，你对我说话呢，最好客气一些。万一将军走了，我心情不好，恐怕就没有办法事无巨细的照顾你了呢。夫君啊，我也不去了。我从小身体就冷，娇娇随我，受不了北寒。是啊，夫君，我们也不去了。合着你们一个个都不愿意去，让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去那里，身边连个照顾的女人都没有。这样吧，谁愿意跟我走，我就抬谁做姨娘。贺绍廷得罪了皇帝和灵王，这辈子都别想翻身，傻子才听他话大便。好啊，你们一个个没良心的东西，亏得我这些年把你们养着，还辜负了虎英。虎英要是还在的话，别说是去北境，就算是上天入地，他都愿意陪着我。你那么喜欢人家，你倒是把人家追回来呀！再过不久，人家可就是宁王妃了，可没工夫陪你上天入地。罢了，不去就不去，你给我在京城老实着点，把我老娘和儿子照顾好。谁要是被我发现偷吃，乱棍打死！你是夫人身边的婢女，我家小姐要见你，跟我走一趟吧。我不去，我不去。由不得你。夫人，我不是故意陷害你的，求你饶了我吧。说吧，指使你的人是谁？没有谁，是我和夫君对你心怀埋怨，这才信口胡言的。此事闹得太大，都传到了陛下的耳朵，就连贺盛廷都被发配北京。你觉得你能逃得过吗？夫人，我还有个10岁的女儿，我不能有事啊！夫人，你在出言重伤本王的王妃之前，可有想过你10岁的女儿？现在才后悔，晚了。陛下已经说了，你谋害王妃罪证确凿，可以完全交给本王处置。你说，本王是将你五马分尸，还是碎尸万段？王爷，我错了。王爷，如果我老实交代，你能不能留我一条命？你先如实交代，本王再说要不要留你。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，她告诉我要怎么做事，给了我一笔钱，说事成之后会给我双倍的银子。从前夫君靠着邓家吃穿不愁，他发的俸银也会分给我们这些外室。可是他自从被夫人您赶出府后，就开始捉襟见肘，还什么都紧着督脉娘那边，我实在是无可奈何才答应他的呀。不认识的女人，长什么样子？他说话有点严肃，让人无端的有些害怕。
他身边还站着一个面白红唇的男子，说话声音细细的，像是宫里的人。果然，心里有答案了。把他押下去，先关起来。是。不要！夫人，王爷，饶命啊！上朝的时候，承恩公一直在帮贺胜亭说话。他是皇后的父亲，我前不久又卸了平阳的胳膊，想必是与皇后结了仇。平阳仗势欺人，她身为皇后不加以管束也就罢了，竟还助纣为虐，难怪平阳被他教得肆无忌惮，毫无教养。阿英，我去趟宫里，将此事告诉皇帝，我定会为您讨回一个公道。啊！哎，王爷，奴才还没通报呢，王爷。皇兄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陛下，朕年龄不小，又患有残疾，好不容易娶了媳妇儿，这辈子也就阿英一个妻子，还望陛下垂怜，不要为难她。哎，皇兄，起来再说。还请陛下不要为难阿英。皇兄说的哪里话？她是朕未来的皇嫂，更是朕苦苦寻觅的银面将军，朕自当善待她，怎会为难她？那为何宫中女官收买贺胜亭和他的外室，让他们闹起来毁阿英的名声？若非阿英自称自己就是一面小将，岂不平白招一身污名？宫中女官，皇后干的？皇后宠溺平阳，阿英不过是想阻止大皇女被平阳欺负，就被皇后记恨。堂堂皇后，小肚鸡肠，是非不分，谋害皇嫂，如何服众？皇兄，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皇后怀孕，害喜严重，自顾不暇，哪有精力折腾这些啊？陛下若是不信，那就把那个外室找回来，让他跟皇后身边的女官当面对质。那日在朝堂之上，煽风点火的也都是承恩宫的亲信，他自己也一直在针对阿英，这都是有目共睹的。皇兄，你先起来啊！朕跟你保证，这件事情一定给皇嫂一个交代，可好？这还差不多。阿恒，你来了。阿青，朕有件事要问问你。贺胜亭的那个外室在外散播关于皇嫂的谣言，是受你的指使吗？阿恒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邓虎英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那是他自己没有解决好外室的事，才招惹了是非，是他能力不行。那个外室已经承认，指使他的人就在宫中。你要朕将你身边的女官都抓起来，一一审讯吗？是我做的又如何？谁让他敢欺负平阳的？她可是嫡公主，岂是一个二家妇能欺负的？不过是给她点教训罢了。要不是平阳欺负丽华，皇嫂岂会出手？皇嫂不仅是我们未来的大嫂，更是忠臣良将，你不该让她寒心。她一个二家妇能有什么本事？她以下犯上，尊卑不分。阿恒，我看你对宁王跟他也太过纵容了。朕和宁王既是君臣，又是异母同胞的兄弟。朕小的时候都是兄长护我，你和皇嫂是妯娌，朕希望你们能和睦相处。往后你就安心养胎，六宫事宜暂交给贵妃处理。阿恒，朕意已决，不必说。来人！皇后娘娘，萧丽华顶撞长辈，言行无状，给我废了她的公主身份。可皇上说
后宫之事由贵妃代管。本宫可是皇后，区区废一个野种，还需要经过她的同意？是。臣女参见陛下。皇兄皇嫂免礼，赐座。皇嫂，之前你被人重伤的事，朕实在抱歉。皇后是想给平阳出气，一时昏了头，皇嫂莫怪。陛下费心了，臣女只是见丽华公主可怜，心生不忍。许久未见丽华公主，不知她近来可好？看来皇嫂很喜欢丽华这孩子。福旺，去将丽华找来，让皇嫂瞧瞧。是。这几日，朕一直在想，该给皇嫂什么赏赐。听闻你经营商铺，定是不缺金银，其他的珠宝玉器，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。要不你想要什么，直接告诉朕。为国效力是臣子的本分，不用赏赐。若是皇后以后不为难阿英，便是最大的赏赐。皇兄放心，朕已经训斥过阿青了，他定不会再找麻烦。陛下，大皇女她来了。怎么不见她人影？还有，不是册封她为公主了吗？怎么还叫大皇女？大皇女说，今早皇后派人训斥了她，并且褫夺了她公主的位分，所以如今她并非公主。大皇女跪伐了一早上，膝盖疼得厉害，走得慢，奴才就先一步来向您禀告。公主的身份何其尊贵，岂能说废就废？皇后简直胡闹！大皇女到！儿臣参见父皇。陛下，可否让丽华起来回话？当然可以。丽华，快起来！丽华，皇后为何突然责罚你？儿臣也不知情。母后身边的女官今日突然前来训斥，说儿臣冲撞长辈，行为无状，就把儿臣给废了，还罚儿臣跪在院子里2个时辰。可是这几日，儿臣根本就没有见过母后，也没有冲撞过她。这还用问？皇后气不过陛下责罚她，就把所有的火都发到了丽华身上。臣先前就跟你说过，皇后小肚鸡肠，陛下还不信。朕，陛下，您之前问臣女想要什么，臣女想好了。皇嫂请说。臣女想要收养丽华为女儿。臣女先前听宁王殿下提过，说您愿意将其中一个孩子过继给我们，臣女就想要丽华，可好？朕确说过此话，若是皇嫂喜欢丽华这孩子，便可以将她带回王府。此事还需要过问一下丽华的意思。丽华，你愿意做我们的女儿吗？过些时日，我就要与王爷成婚了，待完婚之后，便把你接回王府，可好？皇伯母，我愿意做您和皇伯父的女儿。那王爷呢？阿英，既然是你所想，那本王就有不语的道理。而且这孩子跟你有缘，本王也喜欢他。如此甚好。阿英，怎么会突然想到过继丽华呀？一来，我实在是心疼这个孩子，他在宫中孤苦无依，皇后又无德，皇上又不把他放在心里，与其放任他任人说冷蹉跎，还不如把他带走。
二来，我也怕自己实在难以育有子嗣，有了他，也算是有了我们自己的孩子。阿英，我说了，子嗣的事无需在意。不过，有了女儿，也算是个大喜事。阿英，你很快就是我的妻子了，我好开心。我也好开心。阿英，我爱你。怎么不回答了？回答什么？方才我说我开心，你也说开心，那我说爱你，你是不是？我很感动。哎呀，阿英果然不爱我。罢了罢了，是本王自作多情了。那本王以后一定要更加努力，争取没有一天在阿英心里有一席之地。我什么时候说过不爱你？那阿英你心里有我。懒得跟你说绕口令。哎，又跑反了。我知道。杜曼娘，你要死啊！你竟敢把我赶出家门！要是被我儿知道了，非打死你这个贱人不可！哎呦，你儿子都被皇帝发配边疆了，无诏不得回京，你还以为你儿子是威远将军呢？你忤逆不孝你！那又如何呀？这宅子里下人的月钱都是我出的，他们也只会听我的。你这老东西，一天到晚的挑刺儿，谁受得了你啊？我呀，没把你一碗毒药毒死，那都算我心地善良。你要是再敢来找我，别怪我找人打断你的腿。开门呐！开门！开门呐！你给我开门！哎呀，要手啊！我儿刚派去边境，我儿媳妇就把我赶出家门了！你这个忤逆不孝的东西！啊！在哪里劈你！哎呀，杜曼娘，你有本事躲在里面，给我别出来，不然我每天都来接你闹！我看你还受不受得了我！开门！哎呀，开门！开门！滚！再来找我，下次就是泼粪了。我明天再来。贱人！啊！宁王今日大婚，亲自去邓府迎亲了啊！快去看！走。什么？宁王大婚？邓虎英那个贱人真嫁给宁王了？阿英，我来接你了。我扶你上轿。不是说宁王自小就有腿疾吗？可我看他走路没有问题啊。是啊，这不跟平常人没区别吗？你们懂什么？这段时间，王爷为了让王妃安心，日日忍着痛，找人针灸、推拿、训练，不知道吃了多少苦。这就是爱情的力量。邓虎英，你个杀千刀的，你害惨了我儿！你倒是风光嫁人了啊！
这个贱人！我不会放过你的，邓虎英！什么动静？没事，就是一些眼下之人在破防，以后他不会再打扰你了。哎呀，真是郎才女貌啊！是啊，是良配啊！阿英，你终于是我的妻了。阿英，因为我是第一次，你教教我。王爷无师自通，何须我教？阿英，你好香啊！王爷方才说你是第一次，是骗人的吧？阿英为何这么说？就连高门贵族的那些贵公子都有教引嬷嬷，更何况是皇子呢？丽华的生母，不就是陛下的教引嬷嬷吗？难怪会有那些传言。什么传言？没什么。你不说我也知道。坊间传闻，本王不近女色，乃是不娶。那婴儿，你觉得这坊间传闻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自然是假的。回答的这么不确定，看来是检验的不够准确。我们再来一次。不用了吧？要的。母后，请喝茶。好孩子，快起来吧。恭喜皇兄皇嫂了。如今都是一家人了，理应共气连枝，共振皇室，莫要伤了和气。阿英，听闻你打算把丽华过继到宁王府？是，儿媳很喜欢这孩子，今后一定将她视为亲生女儿对待。既然如此，那便让宗人府把玉牒给改了，就册封丽华为郡主吧。母后，儿媳认为不妥。哦，为何？儿媳认为应该封丽华为公主。那怎么可能？她是亲王之女，有什么资格当公主？别乱了规矩。丽华这孩子生下来便没有生母，如今又以皇女的身份过继，外人恐怕会以为丽华不为帝后所喜，所以才过继。对太后、陛下、皇后名声有损，所以儿媳认为，丽华本就是陛下的女儿，公主当之无愧。即使过继，该有的尊贵、体面，样样都不能少。这样天下百姓也能看到帝后的全权爱女之心，也能看到陛下兄友弟恭，更能看到太后敦厚仁善。母后，儿臣觉得阿英说的对，丽华过继事小，但若因此事让官员百姓议论皇家亲情淡薄，反而弄巧成拙了。那是皇室家事，关外人何事？我不同意。这话说来，丽华早就该册封为公主了，之前是哀家疏忽，皇后怕是也没放在心上。这些年，这孩子受了不少委屈，皇上，你怎么看？母后，朕觉得皇嫂言之有理，终归是我们亏欠丽华太多，那就封为公主，封号太和。什么？还有封号？陛下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就这么定了，
父王，让中书省拟一道旨意，封大皇女萧丽华为太和公主。另外，知会宗人府，把太和公主的玉牒改了，过继宁王府。是，陛下。皇后，你身为六宫之主，理应大度慈爱，对每个孩子都该一视同仁。如此情绪激动，有失体统。抱歉，母后，是儿媳失态了。什么？那个贱婢被赶出了宫？是，过继给了宁王，玉牒改至宁王名下。贱婢就是贱婢，这就是得罪了本公主的下场，活该！给那死瘸子做养女，瘸子爹不孕的娘，一个没人养的野种，一家三口也是绝配。公主，还有什么？一并道来，让本公主开心开心。那个大皇女被封了太和公主。什么？封太和公主？她都撵出宫了，过继出去，凭什么还是公主？还太和？本公主也就封号平阳，她一不是嫡出，二无半分功劳。封太和谁同意的？是陛下。不过什么？快说啊！不过是宁王妃提出的。宁王妃？她一个不孕的老女人，真以为嫁进皇家就能指手画脚显着她了？母后也真是的，怎么就不管管？怎么任凭父皇被人蛊惑？皇后娘娘哪里劝得动陛下？再说陛下和太后向着宁王妃，皇后娘娘因此废弃的动了胎气。可恶！既然父皇不帮我们出气，我们就自己想办法。公主，你想做什么？你出宫去找本公主的舅舅，告诉他本公主和母后都被那个老女人欺负了，舅舅可是混世魔王，一定有办法教训他，务必狠狠地教训他。是。丽华，以后这就是你房间了，快看看喜不喜欢？喜欢，谢谢你啊。呀，你这衣裳怎么这么旧啊？看着也不大合身。这样，以后有空娘带你好好逛逛铺子，多买几件。娘，不用破费了，改改也能穿的。这孩子，身为公主却如此小心翼翼，一定是这些年在宫里受了太多苦。丽华，你不知道吧？娘名下可是有很多店铺的，其中不乏布料和成衣铺子。娘是有钱人，以后你想要什么，尽管跟娘说。对了，你的生辰是什么时候？回王妃，其实公主的生辰就是今日。今日？哎，没事，娘让人给你好好准备准备，好好过个生辰。不用了，娘。我生母是怀我的时候难产去世的，我一直不过生辰的。这样，那吃顿好的总行吧？那娘给我煮碗面吃吧。你想吃面？娘今天就给你露一手。来，长寿面来啦！快尝尝。娘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面了。你呀，一碗面就把你给打发了。你可是太和公主。其实我没想过什么当不当公主的，以前我只想有个家，
有个疼爱我的父母亲人。之前我觉得这辈子都不可能有了，可现在不一样了，我有了疼爱我的母妃和父王，我终于有个家了。乖，快吃吧，以后只要有娘在，没人敢欺负你。来，丽华，娘给你挑了几件衣裳，放在里屋了，你去试试。对面有一家糕点铺，里面的红豆糕特别好吃，娘去给你买来尝尝。好，那我先去试衣裳，我在这里等你啊。照顾好公主。快走开，离地边去！公子，奴才刚才亲眼瞧见了，邓虎英进了这间铺子，这家铺子肯定就是邓家的产业。好，今日小爷我就掀了这铺子，好好教训教训邓虎英，给我阿姐和平阳出口恶气。走。公子，小店暂时不对外营业，方才已经在门外挂了牌子，不如您先去其他地方逛逛吧。这家店的东家是邓虎英？对，我们东家正是宁王妃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快住手啊！快住手！我警告你，别乱动，不然的话，小爷一刀灭了你。邓虎英，你给小爷滚出来！你是什么人？请速速离开！原来在这儿！滚开，别挡道！小姐，小姐，柳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是什么人？出去！难道你就是邓虎英？不应该呀，邓虎英不是个2嫁的老女人吗？怎么会是这么水灵的小姑娘？放肆！你竟敢对我母妃出言不逊！母妃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就是他过继的那个小野种啊，倒是有几分姿色。滚开！我是太和公主，你离我远一点！什么狗屁的太和公主，皇帝压根儿就不在意。就算小爷今天我碰了你，他也不会找我这个小舅子的麻烦。公主，你没事吧？丽华，你放心，有娘在，谁也别想欺负你。邓虎英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竟然敢伤我！来人，来人啊！别喊了，你的那些人都已经趴下了。邓虎英，我警告你，立刻把我的人放了，给我磕头赔罪，不然我让我姐夫弄死你！你是皇后的胞弟，承恩宫的儿子。没错，我就是你惹不起的存在。我说呢，皇后和平阳平时怎么那副鬼样子？看到你，我算是有答案了。原来承恩宫的家训就是如此的下作败坏。这个贱人，你说什么？嘴巴不干净就该打，敢动我女儿，更是罪该万死。你这个疯女人，你找死！我倒要看看，我跟你谁在找死！你再敢伤我，我让你死无全尸！早就听闻承恩宫的儿子无恶不作，祸害了不少好姑娘，但偏偏都被人压了下来，无人追究。天下谁人不知，
我姐姐深受陛下宠爱，你跟我冯家作对，就是在跟陛下作对。我管你冯家还是马家，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敢欺负我的女儿，我也让你付出代价。娘，要是冯家人报复你怎么办？要不还是算了。丽华，你放心，这里交给娘处理，你先出去，把公主带下去。是，公主。你今天要不杀了我，我早晚玩死你女儿。王妃，他这是死了。他可是承恩宫唯一的儿子，也是皇后的胞弟，恐怕冯家是不会善罢甘休了。你去报官，就当做不认识此人，就说公主在此买东西，此人意图行刺公主，被我这个做娘的发现，将他杀了。是。但冯家若是想报官，尽管去报，我倒要看看这世界有没有天理王法。丽华，别哭，娘说过，只要有娘在，谁都别想欺负你。冯胜，他是冯胜。冯胜是谁？今日我店铺并未营业，公主正在店里采买衣服，他便带手下闯了进来，要刺杀公主。幸亏被我及时发现，一刀捅死了他，方才保全了公主的性命。宁王妃可知，他是皇后娘娘的弟弟，承恩宫的儿子呀。什么？搞错了吧？皇后的胞弟为什么要刺杀公主呢？小人也不知道。不如我先把冯公子的尸身送到冯家去，剩下的事再上报陛下。请便。走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快要吃人命了！这不是死的是谁呀？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！有人意图刺杀太和公主，却被宁王妃给反杀了。谁知那贼人竟是承恩宫的公子冯胜。啊！这不是冯胜胆子也太大了，连公主都敢杀。他可是皇后娘娘的亲弟弟，这些年无恶不作，要我说死了才好，大快人心。是大快人心呢。大家没事都散了吧。对呀，都散了吧。那这啊是，那这王妃，看来有不少人都盼着冯胜死啊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去将他的恶行传扬出去。就算承恩宫想找麻烦，也休想占理。是。陛下，臣妾唯一的弟弟被邓虎英给杀死了。如今父亲是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心都快碎了。陛下，我求你了，一定要为阿胜做主，刺死邓虎英。可外界都在传，是冯胜先刺杀丽华的，皇嫂只是为了保护孩子。一派胡言！阿胜根本就不认识萧丽华，怎么可能会杀他呢？宁王到，宁王妃到。你这个贱人！皇后娘娘，自重。自重？我唯一的弟弟都被这个贱人给杀害了，你还敢叫我自重？这个屠夫就该被扒皮抽骨，五马分尸！陛下，求您不要责罚母妃，母妃都是为了保护我才动手的，她压根不认识对面那个人。丽华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在母妃的铺子里换衣裳，那个人突然就冲了进来，他对我图谋不轨。什么？你这个野种，
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你给我闭嘴！陛下，我对那个人说我是您亲封的公主，他也不以为意。他说，就算他碰了我，也不会在意的。陛下，丽华虽然过继到了宁王府，可也还是您的亲生女儿啊！您当真会不管丽华，任由他人欺辱女儿吗？怎么会？你是朕的亲生骨肉，朕不会让别人伤害你。就算是冯家人，也不行。陛下，您莫要听信这个野种的一面之词，他绝对是跟邓福英串通好的。而且，阿珊如果知道她是公主的话，根本不会动她呀。那我倒是想问问皇后，那家店铺压根儿就没有开张，你弟弟为何带人闯进去又打又砸？他意欲何为？自丽华出生以后，你就憎恶虐待他，宫闱上下人尽皆知。如今他已经进了宁王府，你们冯家人还是不愿意放过他。他只是一个孩子，你究竟为什么容不下他？陛下，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是平阳气不过邓虎英跟臣妾作对，然后就告诉舅舅，让舅舅训斥邓虎英，不是冲着这野种，不是。皇上，你竟然打我！丽华是朕的长女，是朕亲封的太和公主。你口口声声地说她是野种，你的眼里还有朕，还有皇家血脉吗？还有平阳，一次次的针对丽华，你身为母后不知引导训诫，反而一再纵容，让她无法无天。她哪里有半点公主的样子？以及你的弟弟，你可知他虽然死了，这些天弹劾他的奏折却源源不断，朕方才知道他做了这么多的肮脏丑事。皇后，他做的这些丑事，你当真不知情吗？陛下，陛下，阿生是我的弟弟，也是您的弟弟啊！陛下，你就不能宽恕他吗？皇子犯法，尚且与庶民同罪，更何况他连皇子都不是，朕凭什么宽恕他？皇嫂将他了结，也算是为民除害了。陛下，从今日起，将平阳送去皇家寺庙，日日抄写佛经，不得离开半步。至于你，等生下这个孩子，就自请废后吧。丽华，你今日怎么会同陛下说那些话？娘不是跟你说了，这些事你不用管，交给我和你父王就好。娘是为了我才杀了冯胜的，我也想为您分担一些。虽然陛下不太在意我，但我离开皇宫的那天，我看得出来他还是有些内疚的，所以就当是我为了利用这份内疚，让他憎恶冯胜吧。另外，我也想知道，倘若冯家人真欺辱了我，他是否会无动于衷？好孩子。对了，阿草，近日朝中有不少弹劾冯胜的人，是你的手笔吧？我让刑部彻查了跟他相关的卷宗，又让人四处走动，将他这些年犯下的罪都一一搜证，将证据交给了陛下。我之前听说这个冯胜行事荒唐，但没亲身经历过他的事，加上他是皇帝的小舅子，也就没再去深究了。但他欺负到你和丽华的头上，那就是找死，死了都不够。我要让他臭名远扬，永远无法翻盘。谢谢你啊，阿策。阿英，你跟我说什么谢啊？应该是我谢谢你，那时是你保护了我们的女儿。当时若是我在场，或许也未必是冯胜的对手吧。所以我要尽快治好腿气，这样以后不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能在你和丽华面前为你们遮风挡雨。听你说的这么笃定，莫不是已经有了根治的办法？太医说，神医谷的谷主先前为躲避仇家，必是10年不出，
如今仇家已死，他已回到神医谷了。若是由他出手，我的腿疾有极大的把握可以治好。那就太好了。那你现在是准备去神医谷吗？神医谷距离京城不远，又是坐落在山谷之中，医治起来比在京城方便。那我陪你一起去。行。丽华，你是准备跟我同你爹爹一起去神医谷，还是留在京中？爹娘可真是新婚燕尔，我就不去了，你们俩去吧。你呀，行，那你便留在家中，我把春兰留下来，贴身保护你。大爷，行行好，少我几分钱吧，大爷。给我斜一边去！哎呦，好可怜。这个声音怎么有点耳熟？是你？我看见贺盛庭的母亲了，看她那样子，应该是被贺盛庭那个外室给赶出门，沦落街头，成为乞丐了。唉，果然恶人还得恶人磨。阿英，你放心，我上次找人警告过他，他不会再来骚扰你了。况且这个人之前那么苛待你，现在沦落成这个样子，也是他咎由自取。贺盛庭若是在北境知道了他母亲成为了乞丐，估计要气疯了。阿英啊，你现在不会还在想着他吧？怎么可能？他在我这儿就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，我随口一提罢了。那就提都不要提，他这个人连王二麻子都不配当。好，那以后就只提你，好不好？这还差不多。太爷，我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怎么了？你倒是说呀！回娘娘，您本来这一胎胎象就不稳，这段时间情绪激动，刺激太大，这孩子怕是保不住了。不可能！你这个庸医！我肚子里的孩子可是大梁的太子，是未来的皇帝，怎么可能说没就没了？老臣无力回天。这件事情不能告诉任何人，若是透露出去半个字，本宫要了你的命！可陛下那边尤其不能让他知道，我肚子里的孩子一定会平安生下来，而且会是个男儿。阿恒，你来做什么？阿恒，我刚才做了个梦，梦到我们都是10几岁的模样，你拉着我的手，说你会一直爱我，然后白头偕老。如今都不作数了吗？朕记忆里的阿青，天真烂漫，虽有些焦躁，但绝不会草菅人命，仗势欺人。如今的你，可还有当年的半分模样？阿恒，你跟我的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，你一直盼望着臣妾给你生一个皇子，可整整3个月了，你都没来看过这个孩子，你是不是不爱他了？待他出生以后，交给贵妃抚养吧。你的脾气秉性不适合教导孩子，以免再教养出下一个平阳。好，一切都听阿恒安排。阿恒，你再听听这孩子的声音，再抱抱臣妾，好不好？哪怕是最后一次，
既然你不念夫妻情分，那我就只能送你上路了。阿策，你怎么了？刚才做了个噩梦，突然胸口难受的厉害，不知道怎么了。神医说你的腿基本上痊愈了，所以停了药。是不是因为停了药不适应啊？或许吧。没事，你再睡会儿。王爷王妃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烈皇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发生何事了？父王，宫里出事了，陛下他驾崩了。什么？阿恒他那么年轻，怎么会突然驾崩？我们在神医谷并未听闻此事。回王妃，消息暂时被压住了，还没有传开。是太后娘娘派亲信出宫，到宁王府来通风报信的。太后说，皇上驾崩时，皇后在场，她一口咬定是刺客所为，当场就让禁军封锁了宫门，还不许任何人把陛下驾崩的消息透露出去。禁军？难道禁军在皇后手上？应该是的。我先前听说，封家有个庶女，嫁给了禁卫军的副统领，想来就是他伙同皇后还有那个女婿密谋造反。禁军副统领这么敏感的职位，与外戚结亲极为不妥，陛下就没有阻止吗？阿恒与冯清是少年夫妻，他从来不会对冯清和冯家设防，哪怕这次冯家出事，阿恒还是对他们网开一面。没想到，这个冯清竟然忍心对阿恒下此毒手。这么说，那母后也在他手中。奴婢担心皇后会报复宁王府，所以一听到消息就赶紧带着公主离京，来通知您和王爷。哈策，你怎么想的？他杀了我最疼爱的弟弟，我要让他和冯家偿命。好，那我便陪你杀回去。清君侧，镇朝纲。王妃，我们出城的时候听说皇后生下一个男婴，恐怕她是要谋杀皇上，扶幼子上位，把持朝政。可我怎么记得她腹中的孩子只有7个月大？难道她是用药物催生，把孩子给生下来了？又或者这根本就不是他的孩子。我之前听阿恒提起过，冯清一直胎相不稳，太医多次提醒他要注意平心静气。阿恒也一度担心这孩子不能平安生产。那就说得通了，他的孩子很可能早就没了，只是一直对外做出了怀孕的假象，如今害死了皇上，又从宫外抱回了一个男婴，对外宣称是陛下的嫡子，好名正言顺的继承皇位。想要名正言顺，没那么容易。我大梁自历朝以来，每一位皇帝身边都有暗卫，我不知这个冯清到底用了什么手段杀了阿恒，导致暗卫没有来得及出手相救。但只要皇帝死于非命，暗卫一定会想方设法带走传国玉玺。你是说传国玉玺很可能不在冯清手上，被暗卫给带走了？没错，这就是为了防止皇帝突然暴毙，没来得及留下圣旨，或者有人伪造圣旨特意安排的。暗卫人数不多，若凭数量，自然不得进去。但只要皇帝死了，他们一定会拼死带走传国玉玺。王爷，公主来人求见。让他们进来。罪臣谢幕，见过宁王殿下。谢幕。本王记得你，你先前是阿恒的伴读，后来你父亲外出做官，你不是随他去了吗？启禀王爷，臣没有跟家人一起离京，而是成为了陛下的暗卫，也是陛下的影子。原来如此。谢幕，你快跟本王说说，阿恒
当真死了？是，陛下他被皇后刺杀而死。当时他距离陛下太近，臣与其他暗卫根本没有时机出手。再后来，禁军就冲了进来。混乱之中，臣带着玉玺逃出了皇宫。宁王殿下，传国玉玺在此，臣恭请王爷临危受命，清君侧，镇朝纲。是出什么事了？没人知道啊！怎么办呢？皇后娘娘驾到！这……参见皇后娘娘。他怎么坐上去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皇后娘娘，龙椅非君主不可居。您虽是六宫之首，可也没有资格坐在这个位置上。是啊，本宫今日前来是要告诉各位大臣一个噩耗。前几日，宫中来了刺客，刺杀了皇上。宫里的太医抢救了数日，还是没有挽回皇上的性命。就在昨日，皇上驾崩了。什么？怎么会如此？是啊，这皇上怎么会有刺客呢？本宫和皇上感情甚笃，本宫知道这个噩耗之后，伤心不已。或许是上天垂怜，亦或是殿下有在天之灵，庇佑我诞下了幼子。我怀中的孩子就是皇上唯一的嫡子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陛下病天，嫡子继位，理所当然，天经地义。故而本宫今日携幼子上朝，即日登基之后，本宫也会垂帘听政，为陛下守住这万里河山。老臣参见新皇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拜见新皇！你们这是造反！皇后娘娘，太后娘娘她身在何处？母后因为此噩耗过度伤心，躺病在床，暂时不便见人。那陛下可曾留下遗诏？刺杀一事发生突然，怎么可能来得及下遗诏呢？但是陛下生前说过，会封本宫的孩子为太子，本宫也只能遵守遗诏，所以还请诸位大臣帮我扶持幼帝，以安社稷。我儿受命于天，除了他，你们别无选择。乱臣贼子，何来受命于天？怎么会是你？谁准你们带兵器入朝的？难道想造反不成？风清，要造反的人不是你吗？你们冯家作恶多端，被陛下斥责，你怀恨在心，不计夫妻情分，对他痛下杀手，而后又从宫外抱回一男婴，假装是陛下的血脉，好让你把持朝政，狼子野心，罪该万死！原来是皇后害死了皇上，这孩子竟不是陛下的血脉，这难道臣怎么会？一片胡言！本宫怀有皇嗣，满朝皆知。如果这孩子没有皇家血脉，那本宫肚子里的孩子去哪儿了？你肚子里的孩子早就没有，而你却一直在假装有孕，混淆视听。你身边的女官已经承认，这个孩子是冯家旁支的孩子。宁王，你们挟持一个女官，就要否定陛下血脉，你也太着急了吧？你不会是要取代幼帝，自己登上皇位吧？敢问皇后，陛下的传国玉玺在何处？传国玉玺，那自然是在宫里了。我相信皇上一定是收在了某个秘密地方，我之后肯定会找到他的。想必你已经把皇宫翻了个遍，也没有找到玉玺的下落。
诸位，传国玉玺在此，这是在危急关头，陛下身边的暗卫将其随身带出，而我身边这位，便是陛下右手的伴读，也是一直暗中在保护他的人，谢幕。诸位大人，我亲眼所见，陛下死于冯清之手。我为了皇位不落入奸人手中，全力逃出皇宫，见到了宁王殿下。冯清，你的罪状罄竹难书，还不束手就擒？想让我认罪？做梦！来人，给我把他们全都拿下，就地处死！禁卫军在哪儿？啊！你那位妹夫禁军副统领已经被我诛杀，其余人见玉玺如见天子，已经全部归顺。诸位，先帝乃本王异母同胞的弟弟，先前本王患有腿疾，父皇将皇位传给了皇帝，可未曾想妖后祸国，害死皇帝，实乃国殇。本王如今腿疾已好，为了江山社稷，为了朝纲稳固，本王愿意代掌江山，顺位登基。恭迎新皇登基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来人，将冯氏妇女以及同党拉下去，凌迟处死。是。母后，昨日冯清和承恩公已经被凌迟处死了，冯家也被抄家灭门，也算是给阿航报仇了。我也不想再看到平阳，他明知冯氏杀了阿恒，还沾沾自喜，简直是毫无人性。考虑到他是阿恒的血脉，就留了他一条命，将他贬为庶人，流放3000里了。就让他余生在苦寒之地忏悔赎罪吧。一想到阿恒的死，我这里就难受得起，吃饭都没有胃口。母后，您还是应该多吃些，这样皇帝在天之灵才能安心。阿英啊，你这段时间忙着整顿6宫，辛苦了。你也多吃一点。好。阿英，你怎么了？莫不是着凉了？来人，请太医。太医，皇后怎么样？她是不是着凉了？恭喜陛下，娘娘她是喜脉呀！太医，你确定吗？娘娘脉象十分明显，若无十足把握，老臣怎敢断言？娘娘您已然有了身孕，那可真是太好了。阿英，哀家原本以为你不会有自己的孩子，没想到你居然怀孕了，真是天佑我大梁啊！哎，阿策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这天大的喜事，你不高兴吗？高兴，我是高兴坏了。阿英，我们有自己的孩子了。阿策，我原先还以为我不孕呢，现在除了丽华，我们要有自己的孩子了。皇上，老臣知道您与皇后娘娘感情深厚，不愿纳妃，但皇后娘娘不孕，国不可一日无储君，还请陛下以大局为重，另纳新妃，绵延子嗣。宋君不必说了，朕答应过皇后，此生只爱她一人，
绝不纳妃。陛下，老臣死谏。如果陛下不答应，老臣就撞死在这根柱子上。宋爱卿先别急着死，朕的话还没说完呢。皇后已经怀上了朕的孩子，经太医诊断，极有可能是双生子。恭喜皇上，恭喜皇后娘娘！使把劲儿啊！孩子头已经出来了，娘娘使把劲就好了。娘娘，加把劲儿啊！孩子都看到了，马上就出来了。快，来了！就这样，娘娘，用力，娘娘，快点，马上就出来了。娘娘，陛下，您都1夜没合眼了，还是先回去歇着吧。阿英疼了1夜，吃了那么多苦，朕这点辛苦跟她比不算什么，朕怎么能自己回去休息？只要在这陪她。哎呀，生了，是位小皇子啊！听到了吗？是个皇子，这有皇长子了！恭喜陛下，恭喜陛下，恭喜陛下！皇长子了！又生了一个，还是位小皇子。双胞胎，陛下，这有双胞胎了！这有双胞胎了！恭喜陛下，恭喜陛下！双胞胎了！还有一胎，是个小公主。皇后娘娘生了3胞胎啊！大喜呀，大喜呀！皇后娘娘生了3胞胎！3胞胎，居然是3胞胎！阿英，你听到了吗？是个3胞胎，你给朕生了3个孩子。阿策，我怎么觉得这一切都跟做梦一样？从前我难得一子，如今一下子多了3个。这不是做梦，这是老天给我们的礼物。阿英，谢谢你。从今往后，我会好好守着你，守着我们的孩子们，也会守好万里江山和黎民百姓。